昏黄灯光下，街机厅角落挤满了期待的身影。机台屏幕在烟雾与欢呼声中闪烁着霓虹般的光芒。游戏中的电子音与摇杆撞击声、按钮敲击声交织成独属于90年代的记忆交响曲。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这不仅是游戏画面，更是青春的重现。街机厅的灯光或许早已熄灭，但记忆中的光芒始终在心底闪耀。就在这个充满热血与激情的时代，科乐美在1991年推出了现象级轻版动作游戏《复仇战士2》。凭借惊人的音画表现与酣畅淋漓的多人合作体验，这款游戏将街机轻版动作的魅力推向了巅峰，成为街机黄金时代的荣光象征，也是无数玩家心中永不褪色的热血记忆。一枚枚游戏币投入机台，玩家与好友并肩站在屏幕前，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战斗中。科乐美、卡普空、世嘉等厂商在街机市场中竞争激烈，纷纷推出令人难忘的合作轻版游戏。卡普空于1989年推出《快打旋风》，以街头斗殴题材树立轻版动作游戏新标杆。科乐美凭借《忍者神龟》等私人合作游戏风靡全球。世嘉也不甘示弱，先后推出奇幻风格的战斧和都市犯罪题材的滴滴帮，试图在这片红海中占据一席之地。科乐美在1991年《复仇战士2》的一系列美版宣传海报中，毫不掩饰地将这款游戏称为竞争对手最可怕的恶魔。海报采用美式漫画风格，生动勾勒出4位主角的形象，夸张的视觉语言和标语尽显游戏的街头张扬气质，也透露出科乐美对产品竞争力的高度自信。在轻版动作游戏激烈竞争的背景下，官方敢放出如此豪言，足见其对《复仇战士2》的品质有着十足的信心。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游戏时代，街机轻版动作游戏在技术和创意上双双登顶。大型街机机版带来更精细的2D 像素画面与流畅动画，多人联机合作则营造出热闹非凡的现场氛围。素不相识的玩家在机台前迅速成为并肩战斗的好友。当时游戏杂志也纷纷聚焦这一类型的竞争较量。英国 The One 杂志在1991年对比评测了科乐美《复仇战士2》与世嘉滴滴帮，更加赞赏《复仇战士2》出色的氛围与美术表现，称其既有风范又富创意，玩起来更具情绪宣泄的畅快感。在日本，《复仇战士2》登上 Game Machine 杂志在1997年7月街机游戏畅销榜的第3名。在北美，游戏发售后即登顶 Replay 杂志当年9月新游戏营收榜冠军。轻版动作游戏在1991年前后可谓风光无限，各大厂商全力冲刺，而科乐美的《复仇战士2》正是在这黄金时代的沃土中孕育而生。初次体验《复仇战士2》，玩家立刻能感受到操作手感的革命性突破。游戏采用标准8方向摇杆配合双按键布局，但与同期轻版动作游戏截然不同的是，《复仇战士2》取消了独立的跳跃键，转而设置了拳和脚2个攻击键。当玩家同时按下2键，角色会施展强力的特殊攻击。这一设计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，既让玩家能够自由组合拳脚连招，打出丰富多变的攻击套路，又因取消传统跳跃键，使战斗更多的在地面展开，对玩家在距离把控和时机判断上有了更高要求。除基础招式外，《复仇战士2》更令人惊艳的当属极具互动性的道具与场景设计。游戏中万物皆可为武器，从子弹有限的散弹枪、威力惊人的棒球棍、锋利匕首到玻璃瓶、轮胎、油桶乃至面粉袋，所有道具都能被玩家角色拾起并用于攻击。挥舞球棒横扫千军的畅快，端起散弹枪瞬间清场的刺激，无不令玩家肾上腺素飙升。而像面粉袋这样充满巧思的设计，抛出后炸开的烟尘能让敌人陷入咳嗽眩晕。这些精妙细节让游戏过程充满意外惊喜与策略变化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《复仇战士2》引入了多项当时前所未有的战斗机制，玩家首次可对倒地的敌人追加攻击，通过拳打脚踢等动作阻止其重新站起。敌人也会使用阴招，比如偷袭玩家腹股沟等要害，令人哭笑不得。当敌人悬挂在窗台或边缘试图爬回时，玩家可上前将其踹落。这种环境交互设计在当年堪称一绝，
这些细节极大地提升了街头斗殴的临场感与真实度。复仇战士2支持最多4人同玩，合作乐趣呈几何级增长。4位可选角色各具特色，前职业拳击手 Blood， 前摔跤冠军 Hulk， 街头武术高手 Boomer 和退伍军人 Sledge。科乐美巧妙地将角色形象与时代偶像对应 ，Hulk 神似摔跤巨星 Hulk 霍根 ，Sledge 让人联想到墨西哥发型的 Mr. T，Boomer 宛如动作明星上个云顿 ，Blood 则令人想起拳王泰森。这种设计既让玩家倍感亲切，也成为街机厅里的热门话题。各角色在力量、速度上的微妙差异，以及合作时可能触发的连招攻击，使游戏既适合单人挑战，更鼓励团队配合。玩家可从背后擒触敌人，另一位玩家可以趁机猛击实现合体攻击，敌人也会以同样方式围剿玩家，增加挑战性。在当时的轻版动作游戏中，如此丰富的角色定位与合作机制，无疑走在了时代前列。通过这一系列系统和设计的进化，复仇战士2成功将街机轻版动作的玩法深度与爽快感推向新高度。在延续前作街头乱斗核心乐趣的同时，大幅强化了操作层次感与互动趣味性。这种对游戏机制的精心打磨，让玩家不仅享受到拳拳到肉的打击快感，更体验到策略运用与团队配合的深层乐趣。可以说，复仇战士2将轻版动作游戏的设计艺术提升到了全新境界，为街机黄金时代描绘了最绚烂的一笔。要征服全球街机玩家，出色的视听呈现至关重要。复仇战士2在这方面可谓倾注心血，音乐与音效表现尤为突出。科乐美为街机机板配备了雅马哈 YM2151 合成音源芯片与自家的 K053260 采样芯片，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立体声场。作曲阵容更是星光熠熠，包括后来以恶魔城系列享誉游戏界的山根实之六等人。游戏配乐充满80年代末的摇滚和 funk 元素，节奏明快，热血奔放，堪称街机合成音乐黄金时代的绝响。精心滤波处理的人声采样融入其中，带来犹如变形金刚动画配乐般的激昂氛围。每当 BOSS 战或关键场景触发，高亢激昂的主旋律瞬间点燃玩家肾上腺素，而酣畅淋漓的打击音效同样令人难忘。K053260 芯片提供的数字采样，让每一次挥拳、踢打都显得格外厚重，在街机厅内清晰回响，极大增强了战斗的临场感。画面表现上，复仇战士2延续了科乐美街机游戏的一贯高水准。游戏采用写实美式漫画风格，精心勾勒出死胡同式的街头景象，昏暗肮脏的后巷，涂鸦密布的砖墙，霓虹闪烁的酒吧招牌，每个细节都刻画入微，营造出独特的朋克氛围。4位主角与各色敌人的造型个性鲜明，虽然角色体型相较卡普空、快塔旋风等作品略显纤瘦，但胜在动作流畅，细节丰富。无论是敌人中弹后夸张的倒地姿势，还是主角施展摔头技时行云流水的动画，无不展现科乐美精湛的像素美术功力。各个关卡场景设计独具匠心，从破败的码头仓库到阴暗的地下拳馆，再到最终关卡的帮派老巢，视觉上持续带给玩家新鲜体验。在人物与场景设计中，复仇战士2巧妙融入了时代元素与幽默感。敌人类型囊括各类街头恶棍、挥舞铁链的壮汉、手持飞刀的瘦削混混、爱耍阴招的皮衣男，还有成群扑咬的恶犬，既让玩家紧张应战，又不时令人会心一笑。每个关底 BOSS 更是特色鲜明，在飞驰卡车上挥舞电锯的黄毛暴徒，潜伏建筑工地挥舞镰刀链的舞者，每个头目登场都充满戏剧张力。最终 BOSS 浮士德尤为狡诈，会向玩家眼睛喷射绿色致盲喷雾，还会在场景中使用冲锋枪进行反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出于文化差异与内容审查的考量，游戏在不同地区版本中对部分敌人形象进行了调整，这一点我们后面详细说。总体而言，复仇战士2通过精湛的美术设计与震撼的音响效果，为玩家打造了一个热血沸腾又细节丰富的街头斗殴舞台。这种视听冲击在当时街机圈引发轰动，即便以现在的眼光再看，也仍不过时。
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街机游戏制作的巅峰水准。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街机厅远不只是游戏场所，更是年轻一代的社交圣地和文化据点。在昏暗喧闹的环境中，陌生人因游戏结缘，并肩作战，共同欢呼，这种情感连接早已超越游戏本身。轻版动作游戏尤其注重合作配合，复仇战士2的机台前总是围满少年，有人负责投币开局，有人随时加入支援，一旦队友角色倒下，围观者立即接替上场。这种默契的配合与分工，让街机厅成为现实中战友结识的独特空间。街机游戏不仅是娱乐产品，更是一代人的社交方式与身份认同的缩影。在无数玩家的记忆里，每一次合力通关，每一次拍打机台的欢呼声，都承载着不可复制的热血与青春。复仇战士2的出现，为街机厅的社交热潮再添一把火。正是因为4人同玩的属性，吸引了大量玩家组队挑战，不论是挚友还是陌生人，都为营救美女凯特这一目标而携手奋战。无论是在日本、北美还是中国的街机厅中，复仇战士2都成为连接玩家的情感纽带。当年常看到性格各异的玩家在机台前默契配合，有人擅长清剿杂兵，有人专注对付 BOSS， 还有人总在队友被围时挺身而出。短短几个关卡，原本素不相识的玩家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。围观人群也会为了玩家的流畅操作而齐声喝彩，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被这份协作与胜利的喜悦深深感染。当然，由于发行地区的不同，游戏内容也做出了相应的本地化调整。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日版与海外版在敌人形象上的差异。在日本原版的复仇战士2中，存在一些带有成人暗示的恶搞元素，比如身着紧身皮衣男会对倒地玩家实施带有不可名状的骑乘攻击，其伤害值甚至超过普通攻击。还有经过训练的恶犬会突袭玩家角色的腿部。这种充满 SM 与擦边恶搞的内容，在当时的西方文化背景下显然不合时宜，因此科乐美在海外版本的复仇战士2中彻底删除了相关敌人形象。海外版不仅移除了这些重口味设定，改为更为中性的敌人配置，还相应调整了关卡流程，以确保游戏节奏不受影响。除了内容审查方面的调整，不同版本在玩法细节上也存在差异。为适应欧美街机厅的实际需求，科乐美特别推出了复仇战士2的双人版机台。在4人联机的标准版本中，玩家位置与角色是一一绑定的，而双人版本则允许玩家自由选择4名角色中的任意一位。这一设计让街机厅奸商老板能够在空间有限的店面部署双人机台，同时确保玩家仍能体验全部角色。在难度与平衡性方面，各区域版本也进行了细微调整，以适应当地玩家的游戏习惯。但无论哪个版本，复仇战士2所传递的合作乐趣与街机文化内核始终如一。它将全球玩家紧密相连，让每个人都能在屏幕前共同书写属于那个时代的热血青春记忆。1989年，科乐美首次推出街机轻版动作游戏《复仇战士初代》，正式开启眼镜蛇帮系列的故事篇章。作为《复仇战士2》的前作，这款作品同样聚焦街头斗士对抗犯罪团伙的主题。不过受时代技术所限，《复仇战士初代》在画面表现与操作手感上仍显粗糙，游戏节奏也偏冗长，未能成为一骑绝尘的现象级作品。然而它却为科乐美积累了宝贵经验，确立了多角色合作与黑帮斗殴题材的设计框架。2年后问世的《复仇战士2》可谓继前作之大成，不仅完美修正了前作的缺陷，更在众多轻版动作游戏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街机厅中的耀眼明星。这款作品让科乐美在与卡普空等强劲对手的竞争中赢得重要一席，更荣获英国 Sinclair User 杂志评选了1991年度最佳轻版动作游戏奖。然而，属于轻版动作游戏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。复仇战士2成功后，科乐美于1993年推出风格相近的暴力风暴，堪称眼镜蛇帮系列的精神续作。这款游戏在美术与系统上更进一步，画面色彩更加鲜艳细腻，角色动作更为丰富夸张，还新增了奔跑冲刺等要素，
呈现出更偏向漫画风格的爽快体验。可惜的是，此时的街机市场的流行元素已经改变，暴力风暴虽素质出色，却未能重现复仇战士2的辉煌。并非游戏素质问题，而是时代已经改变。早在1991年2月，卡普空推出的《街头霸王2》便以狂风横扫落叶之势席卷全球，掀起对战格斗游戏的热潮，迅速取代轻版动作游戏成为街机厅新宠。玩家的兴趣和投币量逐渐转向1对1格斗作品，轻版动作游戏的黄金时期就此落幕。同时，家用游戏机的崛起也分流了大量街机玩家。在超任和世嘉 MD 平台上，玩家能够体验到双截龙、快打旋风等高质量轻版过关游戏，无需再特意前往街机厅。在多重因素冲击下，科乐美在暴力风暴之后逐渐淡出这一领域，再未推出优秀的轻版动作街机大作。从复仇战士到复仇战士2，再到暴力风暴，科乐美的轻版动作游戏走过了一条从萌芽、巅峰到谢幕的完整历程。复仇战士2作为这个历程中最耀眼的高峰，不仅点燃了无数玩家青春岁月里的热血回忆，也为轻版动作游戏的黄金时代画下了休止符。尽管此后轻版类型游戏在街机领域渐渐趋于沉寂，但其影响力从未消失，许多玩家始终怀念当年的热血豪情。相关设计元素在后来的动作游戏中不断重现。2022年甚至出现了致敬之作《最终复仇》，以现代技术重现复古街机风采。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《复仇战士2》，依然能感受到其中澎湃的创造力与鲜明的时代精神。这份珍贵的游戏遗产，必将永远镌刻在街机游戏历史的长卷中。时光荏苒，街机厅的喧嚣虽已远去，但《复仇战士2》所承载的热血、青春与时代精神，依然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。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玩家而言，它不只是一款游戏，更是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。屏幕前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投币虚关时微微颤抖的双手，通关那一刻爆发的欢呼，每一帧画面都恍如昨日。复仇战士2的辉煌，见证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，也将那段属于我们的激情岁月永远定格。街机厅的灯光早已熄灭，但我们心中的热血从未冷却。那些年的故事将随着跳动的像素画面，化作穿越时空的时代回响。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曾在那段街机岁月中留下过青春的印记，不妨为这份记忆点赞，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共同重温那个属于摇杆与按钮的游戏时代，让热血再次沸腾。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